这2天，整个克里姆林宫、白宫、唐宁街以及布鲁塞尔那帮老爷们集体失眠了。全世界的电讯社都像是约好了似的，在头条位置挂上了一行惊心动魄的大字：欧洲发声明，组建多国部队，确保无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这行字要是放在2年前，你跟当时的欧洲提这建议，他们大概率会觉得你是刚从慕尼黑啤酒节喝高了回来的，说不定还要给你推荐个精神科挂个号。但到了2025年年底，当美国大哥正忙着写退群声明的时候，欧洲这帮老哥们终于在吵吵了快4年之后，决定不再当那个只会在后方递毛巾的啦啦队员，而是要亲自下场了。一封来自柏林峰会和欧洲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，像一枚重达数吨的钻地弹，直接把国际局势里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给炸成了碎片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这份标题为“欧洲发声明，组建多国部队，确保无主权和领土完整”的文件传到莫斯科时，克里姆林宫值班人员手里那杯伏特加估计都要洒出一半。这不仅仅是一纸公文，这是欧洲在经历了2战后长达80年的军事冬眠后，第一次在没有美国大哥带队的情况下，自己拉了个群，还要往火药桶边上派人。咱今天就一气呵成的给各位观众盘一盘，这是所谓的欧洲联军到底是怎么从 PPT 变成声明的。这帮平时连修个跨国铁路都要吵上个10年的欧洲老哥，这次为什么突然支棱起来了？以及这背后那盘大的离谱，甚至有点玩命的政治豪赌。要聊这事儿，咱们得先看看大背景。2025年底的欧洲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，像极了一个典型的离异中年男。大伙都知道，过去这几年，欧洲一直过得挺安逸，天塌下来有美国顶着。但随着那位海湖庄园的大佬归来，就差把这几个字贴在欧盟总部的脑门上了。仗我可以帮你们停，地乌克兰可以适当割一点，但我美国的兵得撤，钱我1分也不想出了。至于乌克兰以后姓乌还是姓俄，你们欧洲人自己看着办，别耽误我回国内搞贸易关税和制造业回流。这一脚直接把欧洲老哥们从暖和的被窝里踹进了冰窟窿。德国总理默茨、法国总理马克龙，还有波兰和北欧那几位平时就心惊肉跳的老兄，在柏林聚在一起一合计，要是真按美国人的剧本走，乌克兰没了缓冲，下一波俄军坦克履带磨的可就是柏林的马路牙子了。于是在这种前期不理隔壁老王磨刀的绝境下，欧洲人干出了这辈子最硬气的一件事。他们意识到，在这个丛林法则的时代，温情脉脉的演讲和外交司令已经不好使了。和平这玩意儿买是买不来的，求是求不来的，只有自己手里攥着枪，说话的声音才能大那么一点点。所以在今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，伴随着欧洲发声明这一爆炸性新闻，欧洲正式宣告了自己的防务成年礼。很多观众可能会问，火力军，欧洲人不是连个像样的坦克连都凑不齐吗？这多国部队是不是又在吹牛啊？打算搞几个观察员过去意思意思？咱先别忙着嘲笑，这次欧洲人玩的还真挺专业。其次，声明里提到的乌克兰多国部队，其架构设计得非常鸡贼，完美体现了欧洲外交官那800个心眼子。首先，它叫意愿联盟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走北约那个繁琐的需要32个国家全票通过的流程。我们都知道，北约里有个别老兄，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，天天在群里发撤回和反对。欧洲这次学聪明了，谁想干谁来，不想干的别挡道，大家自愿组队。这次领头的是强硬派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波兰，再加上北欧和波罗的海那几个被俄罗斯吓出心理阴影，甚至打算在后院挖战壕的国家，一共12个主力，号称12武士。其次，人家的定位非常精准，带刀护卫而不是一线炮灰。声明里写得很明白，这支部队的职能不是去顿巴斯的泥潭里跟俄军拼刺刀，那太费人。人家的任务是进驻乌克兰境内，但主要部署在非作战区，比如基辅周边、西部重镇利沃夫。他们的工作是接管防空系统，保障战略后勤，维护社会秩序，顺便当魔鬼教头，帮乌克兰把那支要维持到80万规模的常备军给练出来。这逻辑其实非常老了，我管它叫半马索效应。你想啊，只要这支多国部队里有法国兵、德国兵、英国兵在那扎营，哪怕他们只是在基辅的咖啡馆里喝拿铁，俄罗斯的导弹要是再往这些地方落，那性质可就全变了。这就不再是单纯的乌俄冲突，而是俄罗斯进攻欧洲多个联军。这支部队的物理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人肉盾牌式的战略威慑，这就是在告诉普京，你想动乌克兰剩下的地盘，得先从我们这些欧洲老大哥的兵身上踩过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声明里要咬死那句确保无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因为这就是欧洲人画下的最后一道红线。打仗就是打钱，这个道理3岁小孩都懂。欧洲这帮老哥们现在兜里也不富裕，
能源危机还没完全过去，通胀搞得老百姓天天想上街散步。组建这种规模的部队，维持80万乌军的开销，那绝对是个天文数字。但这次欧洲人出了个奇招，绝到了家。声明里明确提到，他们打算动用那笔被冻结的2100亿欧元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。解释一下，这就是典型的用你的钱雇我的保安，保着我的小弟，防着你本人。以前这笔钱大家都不敢动，怕坏了欧美社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块牌坊。但到了2025年12月，欧洲人想通了，牌坊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命都快没了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这2100亿不仅要拿来还债，还要作为这支多国部队的长期专项基金。克里姆林宫那边听到这儿，估计肺都要气炸了。这感觉就像是你把钱存在银行，结果银行不仅把钱扣了，还拿着这钱雇了个人天天堵在你家门口，只要你一出门就准备给你2耳光，还告诉你这钱是由于你不听话产生的安保费。这种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深度绑定，标志着欧洲在地缘政治这方面终于学到了大国的精髓。声明里还有一个细节让很多军事博主都直呼看不懂，欧洲承诺支持乌克兰维持80万人的常备军。各位观众，80万是什么概念？现在整个欧洲除了俄罗斯，没有哪个国家的正规军能达到这个数。德国满打满算才18万，英国更是缩减到连个体育场都坐不满。欧洲人这是要把乌克兰武装成欧洲的以色列。他们的计划是欧洲出钱出技术出装备，乌克兰出人。欧洲人要把那些压箱底的宝贝，德国正在测试的新型主战坦克，法国的阵风战斗机，瑞典的预警机，一股脑的塞给乌克兰。这支部队不需要去进攻莫斯科，它只需要像一颗钢钉一样扎在第聂伯河畔。只要这80万人在，且背后有欧洲多国部队的背书，任何关于彻底吞并乌克兰的幻想都可以洗洗睡了。这是欧洲在给未来的停火谈判开筹码。地我可以暂时不收回来，但我留在乌克兰境内这根大棒你得接受。这种武装和平的思路虽然冷酷，但确实是目前欧洲能拿出的最硬核最现实的方案。面对这封最后通牒式的声明，克里姆林宫的反应那是一如既往的猛烈。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估计要开启末日审判模式。俄罗斯的意思很明确，任何进入乌克兰的外国军队，不管你挂什么牌子，都是合法打击目标。但问题在于2025年的俄罗斯也挺累的，打了快4年，当年的3日克基辅变成了4年拉锯战。俄罗斯的经济底子虽然硬，但也经不起这么一直耗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欧洲真的独立于美国拉起的这支部队，俄罗斯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。如果你打，那就是跟整个欧洲开战，甚至触发那些拥有核武器的欧洲大国的应急反应。如果你不打，那之前的去军事化目标就彻底变成了历史笑话。而对于欧洲来说，这次是退无可退。德国总理默茨在声明发表后的演讲里有一句话很有嚼头：欧洲的边界现在就在乌克兰的战壕里。以前是欧洲人胆小，现在欧洲人被逼成了疯子，开始玩命了。他们明白，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不通过组建多国部队来确保无主权和领土完整，那么下一次他们发表声明的地方可能就是波兰边境，甚至柏林废墟了。这事儿最黑色幽默的地方在于，欧洲之所以能这么快达成一致，还得感谢特朗普。在以前，欧洲内部也是各怀鬼胎，法国想搞欧洲军，德国想赖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享受生活，波兰只信任华盛顿。但特朗普回归后，那种美国优先、其余不管的姿态，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把这些盟友的国家全打醒了。特朗普想让美国退居2线，结果反而促成了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：一个军事上走向独立，政治上走向强硬，且不再完全听命于华盛顿的欧洲。这支多国部队本质上是欧洲在向美国示威。既然你不想当带头大哥了，那这摊子事儿我们自己管。但以后在国际事务上，你也别指望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唯命是从。说了这么多，这事儿最后能成吗？咱们得冷静地看，这支部队的组建绝非易事。12个国家，12种语言，12套指挥系统，要把这帮平时连修个铁路都要吵上10年的官僚机构整合成一支有战斗力的联军，难度不亚于让火力军戒掉碳酸饮料。此外，这支部队的部署时机非常微妙，它是作为和平保障者进去的，也就是说，大概率要在名义上的停火协议达成前后正式进驻。现在的这份声明更多的是在向普京喊话，也是在向特朗普喊话。但无论如何，2025年12月19日的这个声明彻底改变了战后的欧洲安全格局。这不仅仅是一则滚动新闻，它标志着欧洲不再是一个只会在地图上画圈的地理名词，也不再是一个只负责发福利和制定相交弯度标准的经济俱乐部，它正试图变回一个真正的武装堡垒。这次欧洲多国部队计划反映了一个冷酷的现实，在这个丛林法则的时代，温情脉脉的演讲和外交辞令已经不好使了。能保障主权和领土完整的，从来不是纸上的协议，而是地上的坦克，以及坦克后面那些敢于开火的人。欧洲人花了4年的时间，交了无数的学费，终于认清了这个道理。
虽然这支部队能不能真的挡住俄罗斯的野心还是个未知数，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让冷战的铁幕重新降临在第聂伯河畔，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如果你想要和平，就得准备战争。2025年的这个冬天，欧洲人终于决定不再做一个坐在壁炉旁发抖的富翁，而是拿起盾牌站到了风雪里。这出地缘政治大戏才刚刚进入最高潮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火力军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让我们保持关注，保持愤怒，也保持思考。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